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少年的頻道，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師。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工業朝聖之路特輯。什麼叫工業朝聖之路呢？我們在台灣當然會看到很多日本就非常精緻、非常厲害的產品。然後有一些呢是賣到全世界，然後賣到整個日本百貨公司排行榜第1名。所以呢，在這一集我們就挑了幾間公司，就是因為他們的公司的產品都非常厲害。我們之前有團購過的那個日本的那個鈦杯，然後它是怎麼樣發射的，然後它的這個顏色到底是怎麼樣做出來的，來朝聖一下。然後還有之前就是非常厲害的那個意林金屬，我人生用過最厲害、最好用的夾子。據我有人調查才知道說，它原來是日本專門做給各個營業等級用的公司，像是日本的那種 Sukiya 連鎖食品啊，還是你常常在外面吃到的這些連鎖的日本的大量食品企業，也是開幾百家的那種，他專門做這個給他。然後最後呢，從代工轉到自己的產品，大家都會想說，以前我們拍日本工廠，很多跟台灣離太遠了，就是你看它工廠這麼漂亮，你看我們台灣怎麼做到，或者是你看我們台灣的傳產怎樣。所以這一集工業朝聖之路雖然有極高超的技巧跟技術跟很厲害的產品，但是我們挑的工廠都是跟大家非常靠近的，甚至就在彰化路上，就在台中路上的一個小倉庫，你都可以辦得到。當然，同時也會趁着就是工廠開放日，然後去找一下我們以前的好朋友，關心他們一下。那我們就工業朝聖之路特輯 ，start。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この私どものこのチタンのタンブラーは冷蔵庫に入っている飲み物が美味しくなるように私が設計して作ったものです。ガラスのコップとうちのチタンで同じ水を飲み比べてみてください。就是水，换鈦杯装的水。这更冰了一点，口感更不錯了一些。冰的感覺比較扎實，聽起來很唬爛，對不對？那你喝起來看看。變冰很多像是剛裝出來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した。チタンという金属は人が実際に生活するときに使う食べ物とか薬品が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らには一切溶けないというか腐食されないんですね。というから飲み物の味を一切変えない。じゃあなぜ美味しく感じるかというと、まずこのタンブラーをギュッと握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ギュッと握ってるとまさにあったかくなってくるでしょ。ってことは同じ温度の水を入れても温度差で冷たく感じるようにするんである。あとすっきりした味というのはこの厚みがコンマ7ミリなんですよ。这個0.7ミリ，这個可能1點多ミリ、2ミリ。それで今世の中で一番薄いというコップは薄張りグラスってのあります？ワイングラスみたいなやつ。でもあれは薄く見えるけど、あれはコンマ8もあるんですよ。透明だから薄くなってるよ。もっと薄くできてコンマ6でもできるんですけど、洗った時に手が切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錯覚にとらわれるのでコンマ7であるんですよ。でこれは真空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二重の隙間の中に熱を伝えないガスを入れてありますので、ほぼ真空のタンブラーと同じぐらいの保冷力。それとこのタンブラーが高いのはチタンという素材が高いからです。ステンレスという金属知ってますね。それの10倍です。10倍もする素材を使って同じようなのを作ったら売れるわけがないですね。それで私どもは綺麗な色をつけたりデコボコつけたり光ってるところないところ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ようにいろんな形を増やしていって多くの種類を作りました。いっぱいある中から選んでもらうことによって商品がずっと売れ続けて、日本の百貨店のリビングという売り場でこのタンブラーの地位は不動のギフトナンバーワンと言われます。副總最喜歡的杯子就是你們黃金的杯子。そうですよね。よかった。社長親自帶我們介紹了。就是他非常自豪的杯子，這樣子真的差很多，裝個水喝起來都完全不一樣啊。然後喝酒喝 sake 或者是喝飲料，然後我自己喜歡拿來裝可樂。雖然它的杯子真的價錢有點高，但是你會把全部的東西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就我覺得是一個值得品味人生跟工業愛好者真的可以試試看的東西。這次就是小壯他熱情的接待，他有說他上次有看我們在台灣拍的影片，然後有觀眾也有反映說，因為那個什麼容量太小啊，然後怎樣，所以社長他特別做出了大容量，
就是怕台灣的朋友喝不夠，所以這一次我們應該會跟他們推出就是500ml的不一樣的顏色。希望你們不是叫好玩的，就是在那邊跟大家嫌棄說容量不夠，然後人家做了之後然後又不買，像我就會很拍謝。然後我們長期的會員一樣會有一個會員自己的折扣的價錢，剛剛開發好，日本都還沒上市。否台灣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地位這麼高哎，我現在在這邊選里長應該會上。你想太多了吧？先從工業大使，然後變觀光大使，一種靠工業技術交流变成台日两边好朋友這樣子。然後這次也因為我們特別給大家看了他們的發射是怎麼樣做，他們工厂是怎麼樣製造的。好，那我們就下一站嘍。对，到了我們要這個鈦杯變色的機密場地了。這個地方你有沒有感覺就像是水池內養銀龍魚的水族館？但這個水族館它裡面的液體都不是純水，這個地方其實是靠着電去讓鈦杯發射的，所以他們的鈦杯基本上你不要用很硬的菜瓜布就硬去搓，或者是像是用那個沙子去磨它，其實它的顏色是不會掉的。因為上次我们會員有一些朋友有團購，然後買到很多變色的杯子嘛，然後就有幾個人就問說，我是下一樣的漸層的顏色，但是看起來會有一點顏色有色差。哎，沒有錯，你的觀察非常的細微，就是因為全部都是小舅他自己用手工拉出來的。所以它的那個感覺，那一下有時候不同批，它的漸層的顏色會有一點點差異。他看他當天的心情好不好，但基本上變的顏色的色度都是一樣，就上面的這個色度全部都是一樣。古人說啊，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啊，就是這種概念。然後等一下就有他們的現任社長來為我們示範這個如何讓鈦杯變出各種樣顏色。一開始就是長這樣子。它是鈦的原本顏色，但是你看它最後做出來的就是有金色、紅色、黃色、綠色、藍色，就各種顏色。它是用陽极酸化的處理方式，它全部可以做126個顏色。他說現在讓我們挑，來，各位觀眾朋友們，想要挑什麼顏色？我覺得135跟490，噔，然後它上面就是通電，上面用陽極正極，然後通電，然後就變色了。哇，就這樣，超快。就這樣子14秒就變了一個顏色，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次可能掛多一缸漿下去。現在突然業主來了，你知道業主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就來這邊看一看，就說這些沒塞呢。幹嘛呢？應該是48高卡赫490。我們現在請他做490那個顏色，黃金色。噔。剛剛有沒有看到一個細節？你看它從原本的顏色，它中間有變了一個是藍色，所以它的號碼其實是這樣嘟嘟嘟這樣子下去的。然後所以在下一個你就可以來一個什麼顏色好嘞？來吧，挑一個，喜歡什麼？是往回變。它去了就不能回來了，所以你有時候一次不要跳太多。然後600這樣。600哦，600。600啊，不貴呢。我們剛剛社長說，就是都單色太簡單了，所以他全部變幾個，就是都漸層的顏色給我們看。哇，手拉胚耶，手工哎，就真的是手控哎。哇，酷！我沒看過的顏色，這個有點像 N 單貢。剛剛社長說這個顏色不好看，他現在換另外一個顏色，但說不定我們頻道會員覺得剛剛的顏色很好看啊，他還要再做顏色。所以它這個是累進的，它是累加上去的。哦，突然變成那個青龍杯。哇，又變了，所以你買到這個1100有沒有？也不一定啦，你要做到這個顏色也不容易，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我們到工廠拍攝，其實我們每一支片都會給原廠的老闆看，就是經過他們同意才會播出。所以如果你會覺得我們在這一個的技術當面沒有講解到太多，那你也不要太介意，那就表示被剪掉啦。但是這個也算是工業朝聖之路裡面，就是我很想要來看的一站，到底怎麼樣能夠賣到全日本百貨公司銷售第一，又能夠把什麼東西裝進去又變好喝的水杯，到底是在哪邊做出來的？ホリエ就是在這間工廠跟這間公司。我們這次應該算是明星級的對待，因為可能上次他覺得我們要幫他在台灣打響的知名度，所以對我們很好。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した。
然後這一區就他們的研磨区，就是我自己覺得他們的杯子很漂亮，就是上面有很有层次感，但是它的手感跟摸起来跟喝起来，就是泡到嘴巴的这个，它虽然非常薄，薄到的0.7 mm， 你就是又不会刮手，然後手感又很好，上面就有很多紋理，但是它不讓我們拍它的焊接區，它的焊接非常厲害，就是非常小，然後焊得像魚鱗焊一樣，然後最後把它磨掉。它在磨這個地方。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它灌氣體的氣孔，焊完之後把它2個點點起來，所以旁邊應該還有前面還有一個更早的圈圈，它右邊這是粗磨，然後這邊是比較細磨，所以你看它上面的砂輪機用的技術都不太一樣，它左邊那邊後面已經用到像類似菜瓜布了，但是因為鈦杯的研磨會比不鏽鋼會比鐵都還要難，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手感蠻特別的技巧，如果你想試的話，可以買個鈦材料來試看看。所以是不是你會覺得它的工廠跟台灣中的工廠其實有點類似？不一定是每個工廠都像是南歐亞可以把他們這樣子就是整個全部翻新過，但是還一樣都能夠做出非常厲害的產品。然後最後表面處理跟顏色都做好的時候，它就會在底下打上就是這一次的出的名稱或者是 logo。之後跟我們合作的也是這樣打，但是它很聰明，它的鐳射是這樣反過來打的，所以它的裡面的廢氣啊、過濾全部都在這個機子下面。然後打完了之後就不會有煙塵起來，不然你知道打鐳射它也會有很多粉塵冒上來的，那其實對呼吸也不太好。然後老社長都說他這個機器，你也想說在哪邊有賣對不對？他都沒有賣，都是他自己改裝的。然後它側面怎麼打的？其實就跟打底下一樣是用鐳射，然後只是它上面這個機器比較特別，它主要是把它的打的那個廢氣跟灰塵全部都可以收集起來，然後從這個地方過濾出來這樣子。改下來之後，這有個偷窺的小孔，你就可以從這邊看，然後再去做鐳射，自己改裝的。買不到，要把一個東西做好，就是你還是要花很多心思下去的，就很多小細節，然後累積在一起，你就知道他很在意這個東西。所以你看，做一個杯子也可以做到全世界各地，變成百貨公司送禮第一首選。哎呀，想用自己去追，耶！刚才研究这个是暴力追放代替回旋。然後亞仔就是哦，我那個牙骨手會，然後說是他。如果你是我們的長期觀眾的話，你應該有發現我們曾經有拍過，就是驗3條的驗視，就是拋光非常厲害的湯匙，就是3期金屬。現在我們這次來3期金屬，那目的就不太一樣啦。產線我們之前有拍過，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再看以前的影片。但我們這趟來幹嘛呢？來談合作的。樣品，就這次在跟他談一個合作，就是日本最高湯匙工藝的公司專為我們做金湯匙。我知道我們很多工業的人都想說能夠喊個金湯匙出身，但是我們沒辦法，沒關係，我做金湯匙給大家。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價格上正在這個拉扯戰，因為要做到這個質感跟要鍍 PVD， 這個金額有點高，我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但是大家靜待佳音。先給大家看一下，小朋友送禮，從小送他金湯匙，真的可以拿來吃飯，超級好吃。小朋友版、大人版，希望可以談成功。這次我們也來拜訪上次拍攝過的 TOP。今年日本政府有頒布一個新命令，只要氣溫超過35度的話，就會強制工廠休息。TOP 因為法規的修改，有了全新的休息空間，不只有冷氣之外，還可以洗澡。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是因為工廠的祭典，他們會有1年1度的對外開放，所以平時是沒有辦法來參觀的。但是沒關係，你可以買他們的全新產品。工業朝聖之路，我們這一站要來拜訪的是1菱金屬，就是我媽媽千交代萬交代，她最喜歡就是最愛用的一間店。這個之前有來台灣展覽過，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簡單的那個夾食品的那個夾子，但是它的手感就是比別人特別好，就是做別人特別細膩。那個時候有去之間展覽，你摸到現品的人應該會很有感觸。這也是我在好多年前，就是我就在日本有買過，然後回來之後，我媽每次我到日本來，她就叫我再買。他們基本上是廚具專家，就如果你喜歡做菜或做飯的話，他們最早之前是做這個起家的，商業用量杯，然後一路到這麼小的，拿起牛奶這樣子小小的，啊，做起來就是比別人漂亮。然後他們除了做這個，還有做很多東西。你看他做的廚具多可愛，他看起來大家一定想說很一般，對不對？什麼台灣工廠也可以做，
但我跟你講，細膩的地方就在這裡了。你看，它不會倒。大的也是哦，你看，大的也是。它的重心就會做到很好，做得很下面。小小的東西，大大的細膩感。你看這個，它這個 size 跟它就是完全吻合的。你中間你要瀝油啊，你要把那個像炸東西有時候會把油回收啊，你看放上來，然後或者是把它变成盤子，完美。はい、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社長、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これはお土産です。台湾烏龍茶。秋麻吉面少年波起，秋麻吉面少年。江口先生有一個非常屌的一件事情，他是一個策展人。你知道日本有一個非常大的展覽，2015年越後妻有藝術季。這個如果你是念美術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個很日本超大的一個藝術季。他當時做了一個作品積雪，在那個新潟，就是這個雪。跟他們就是等於從小在一起長大的東西，越後妻有藝術季，就還有不同的創作。然後這邊，請看這個桌上，當時的這個隈研吾大賞，隈研吾寫給他的，你看做傳產藝術家來的啊。那我們工業朝聖之旅就直接來看工廠嘛。你看它上面是3個圈圈，比奧迪還要少一個圈圈。盤子的材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瀝油的那個碗的那個盤子。旁邊這邊就是模具，就是各個不一樣的產品的模具。那我們進去工廠裡面看呢。現在看到在壓的是中華料理，不是會有一個中破塞會拿一個勺子這樣子用嘛？然後好像是把那個板子端成半圓形的時候，然後上面還要壓一個壓痕，然後這個壓痕呢要接的地方就接這個。然後這個我媽很愛用的量杯，上面這個痕跡大家一定有想過是怎麼壓出來的。其實很簡單，它就是上下模，用壓力然後去擠壓，讓金屬變形。這不是平常看得到的東西啊！要不是我們頻道，平常是不能拍這種東西的。你要不檢查一下你的賬號，看一下到底有沒有訂閱我們頻道。好，當然工業朝聖之路除了拍產品，就是生產出來的東西給大家看以外，我另外有想要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就是他們這個地方的建築。就是你看哦，它旁邊是工廠，它一般也沒有自己在零售，它就是賣給經銷商、賣給代理商。但是你看它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建築，長這個樣子。你如果從建築外觀看的話，你會看起來它是整個木頭的房子，但是它其實就全部都是木造的。然後從一開始你進來這大門這個地方，請看細節哦，看我的左手，你看完全密合在這個牆壁上。當我打開的時候，它完全不會擋到，一開的時候就整個風就會很自然的進來，通風性就非常好。然後到這邊就會有從他們以前做這個杯子一開始起家的量杯的那個所有的步驟，它照着步驟，很像是我們一般會在設計館或者是台灣的一些展覽廳才會看到的步驟，但他們就放在他們工廠裡面。然後整個建築的上面，你看它是一個一個的 V 型做出來的樣子，然後也是全部的木頭。為什麼要這樣做嘞？這個是它的木頭原材料。當你把它做成 V 型的時候，它的結構性就會更好，所以它的跨距。就是這兩邊的跨距就可以做到很寬，所以你從這邊看過去的時候，它房子的通透感就會非常棒。你看它這邊就是可以當廚藝教室啊，然後可以當成展示空間啊。好，你看這個外面，它的採光非常好，對不對？我要給你看一個日本人的強迫症。你有沒有看到地上這一條一條的？我有問他說，這是排水嗎？但是好像上面的屋檐也沒有落水處啊。然後他就跟我說，你看這一條線，這條線的中心點對到這裡來是正中心。它的正中心對上來是這個三角形的正中心，這兩邊的中心點就是它的中心線。如果你從我正面這樣看過來，這條線這樣子往上就全部都是一條線，很帥吧？來，歡迎前進。但其實大家看我們頻道，你可能會想說，我們常常拍一些有趣的工業品嘛，然後製造嘛，然後有時候拍一些公司。像我很常會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別的國家的公司，或者是別的國家的傳統加工，應該是說傳產。像台灣有很多傳產的問題，當然就是下一代可能不接手，或者是高齡化啊，或者是以前大家都幫人家做代工，沒有自己的品牌，所以只要一關稅有問題，或者是外銷有一些問題，然後大家就是要死不活這樣子。其實日本他們也一樣，有遇過完全一模一樣的狀態跟時期。他們其實有很多方式，比如說開始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啊，然後開始做自己的研發或自己的開發。所以我們自己很常會想要推薦一些東西，然後給我們的觀眾們看。其實我自己心中有主要的幾個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摸到這個東西，然後看這東西為什麼它的價錢就是可以賣得這麼貴，然
後大家會接受。它的東西的細膩點到底在哪裡？不然你可能看過去，你都覺得，這些機器其實台灣都買得到，這些設備台灣也都買得到，為什麼做出來的位置跟做出來的美感跟美學就是不太一樣？所以你可以從小細節去想，你看它為什麼一間公司，它會在工厂旁邊弄得像是一個設計展覽館一樣，它是怎麼樣陳列它的產品的，它是怎麼樣生產它的東西的？我相信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是台灣很多老闆們跟很多一起在公司努力的同事们可以去想象的。好，那如果你是我们的會員的話，我有放在會員影片是採訪江口先生的，那也希望他的一些理論或者是一些他的想法，然後可以給大家多一點想象。那這站就這樣子哦。然後最後在片尾，我們在侯里耶鎮社長親自發射了幾個鈦杯，那我們就來送給我們的會員吧。我們這次就送給我們最高階的會員好了。我們會員有分等級嘛，如果你行有餘，而力很足，那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高階會員，當然就可以協助我們就攤提一些旅費啊、機票啊、住宿。最後這幾個鈦杯，就是你如果是最高階會員，那請記得主動聯絡我們，那我們就會寄給你啊，先拿先贏。好，那這集就這樣子啦。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旁邊看起來就很像台中彰化省道旁邊的工廠？有沒有像這樣子？所以大家努力還是有機會的，加油！我們努力，我們奮鬥，我們加油！來，一起精神達數。1、2，給大家看一個酷東西，在他們工廠的後面，有沒有看到這個鈦板？它是他們自己在做實驗發射的，所以你往近看，我覺得他們想要進軍這個建築材料行業，他想把它放在戶外，試試看就是它的鈦的發射會不會改變或者變色。其實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以後我的老宅改裝，我外面就來裝鈦板好了。那你看旁邊那個小屋頂、屋檐的那個顏色。全部都是他們自己發射的。我們前面提到的都是以金屬加工製造為主，但在工廠的祭典中，有一個以石為主題的工廠開放，那就是 On the Umami。不同於工廠的金屬加工，他們以高湯原料的挑選和混合的製程，呼應了這次開放工廠體驗製造的主題，呈現出燕三條不僅有金屬工藝，更有高品質的食物製造與農業，而且混合完客製化的湯包是可以帶回家的哦。各位超認真頻道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本月我們的超認真的好市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這些。